知道昨晚我来的时候他已经卖完了，因为他说的是老字号，大概15分钟可以。好吃东西都应该等了。后面的人还在等。很有传统的风味。新山这边你要找这样的草味是比较少的。不过人家这样来支持我，我还是很高興。当河修湾的水果摊迎来最後一波客流，眾神夜遊也即將開啟。7點鐘唔準神要睇行宮行出嚟，有神由住新山市區一圈，再翻行宮，所以我哋有叫做一個神與人嘅嘉年華。從吉隆坡的啊，從新加坡的啊，都會過來。我們有台灣的兄弟隊也有來，大家庭啊，沒來。我们已经看了10多年了，昨天晚上就已经发威了。这个柔佛古庙都是我们柔佛人去参拜的地方，所以它的游神是一个大日子。这是我们是家族生意，有20多年了，卖完为止哦，卖完就收单了。暮色浸染新山街巷，这场跨越100年的民俗狂欢正拉开压轴序幕。锣鼓铿锵穿透夜空，各族会馆与社团的表演轮番登场。8音锣鼓队奏响雄浑乐章，踩高跷的表演者灵动游走，花车缀满灯火缓缓前行。莺歌舞刚劲有力，尽显古韵。5尊神教依序稳步前行。沿途信众合手欢呼，将深夜街巷彻底点燃。8仙贺寿主，这个是安娜，我们叫做安娜大头娃娃，因为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华人的习俗吧。从小就有跟着爸爸妈妈来这里游神，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带我的孩子来游神吧。从傍晚至凌晨，众神夜游的行程绵延8公里。这场5方共庆的盛事，从来不只是一场祈福，更像是新山8方融合的嘉年华，让这份跨族群、跨时代的民俗传承，在新山的夜色里愈发璀璨。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平平安安的回到家。柳州三江县因浔江、榕江汇流而得名。榕江曾是连通贵州和广东的黄金水道，江畔的富路苗族乡是苗、侗、汉等多民族聚居地，一度成为榕江流域最兴旺的商埠码头之一。当年有不少粤闽商人迁居扎根。富路最热闹的日子要数3月3，这个节庆能让这个常住人口不足3万的小乡镇，在节日期间涌入数万人。3月初1，71岁的黄富坤带着几位族老早行拜祭礼，盼着节庆诸事顺遂。个个平平安安啊，个个心想事成啊！此时，170多支芦笙队正从4乡8寨赶来，准备比个高下。奇的是，这斗芦笙斗的居然不是谁演奏的好听，而是斗响，谁响谁赢。每个队伍都有排兵布阵的诀窍，声管越长，音高越低，高中低音搭配得当，穿透力才够强。更令人奇怪的是，在赛场里竟然看不到裁判。原来裁判竟然在2公里外的山头上，在高处是为了听得更清晰，判断更准确。5位裁判背对赛场，互不言语，只为公正。计分员举旗把结果传回赛场。
伴随芦笙声响，黄富坤也忙开了。作为花炮制作非遗传承人，每年3月3，他都要亲手扎制3尊大花炮。杉木裁成木条做底座，尺寸是祖传的规矩，仅对传承人代代相传。底下它都是方的，是毛榫结构的，这是最难是上架烧这个竹子也很讲究的，你厚去了它压不回来，太薄去了它又容易损坏。仿着古建亭台的模样，竹篾木方一点点搭起花炮骨架，骨架立稳，就到了装修环节。黄富坤用来涂表的纸藏着不少门道。现在都是采用这个我们的剪报这个用纹纸，容易找，文具店去的可以要了，最少要5次它才够印。原来我们的是用这个瑶族的这个自产的这个棉纸，这个纸呢是1年2、3年，它的有一个人拿来卖，他这个有2成的行了。其实不仅传统材料难买，做花炮的传统技艺更难守。我今年71岁了，83年我就接了一个2月2的花炮。以我们这个花炮原来是做的是，谁接这个炮头去，到来年你要扎一个炮头来规范。当时我不会做，我就有一个老师傅，叫做朱明先老师傅教我做，我连做了4年。到现在没有人做了，老师傅过世了，居委会领导了，还有父老乡亲他们就说：“那你做吧。”原来你做过的，都鼓励我，我又开始又做了。他的先祖从广东梅县迁来此地，繁衍已有6代。我的孩子啊，我的崽还有兄弟啊，他们都来。每年我开始做，他们有很多人都来帮我了，他们都愿意做了，因为这个是公益事情嘛，这也是一个行得积善的嘛。经过3个月的打磨，3尊花炮终于在黄富坤手里换彩完工，缠满祥文，缀满祝福，就等3月3正式来临。炮漂亮的，到后天3月3印制没了，都把它送许可，就圆满的完成了我的。2天狂欢预热，终于迎来3月3正日。天刚亮，黄富坤家里就挤满了来客，乡里乡亲跟着他迎花炮，齐顺遂。富禄3月3花炮节传承200多年的规矩，至今从未改变。3尊花炮配3头大猪，还有米酒、糍粑、红鸡蛋等当彩头。各支盛装打扮的表演队伍跟随其后，花炮巡游正式启程。榕江两岸10万游客翘首以盼，等待传说中的抢花炮。来自3省5县的22支队伍，600多名勇士早已在榕江畔摩拳擦掌。花炮是吉祥信物，谁能抢到便是赢家。第141届抢花炮即刻开战。一声炮响，还没等硝烟散尽，场上100多个光膀子的壮汉就跟饿虎扑食似的，呼啦啦抢成一团。赤膊上阵是规矩，既显勇士气魄，更是防止私藏花炮。头炮最难抢，谁不想拿个头彩？于是壮汉个个精力拉满，像潮水般起落，打着旋儿，还真有人卷进了榕江里。裁判连忙叫停，马上把众人拉回岸上重来。新一场厮杀又起，外围观众看不清花炮在谁手中，只能跟着人潮移动。焦灼了半个钟头，一个选手领头冲向得胜门，把花炮圈塞到了裁判手里。别急，
往年总有人做仿圈糊弄人，黄富坤早留了后手，每个真炮圈上都刻着独家记号。验证通过，获胜队伍抬着花炮、肥猪、米酒回乡，与全族人分享这份福气。黄富坤满是欣慰，亲手做的花炮又把祝福送进了千家万户。3月3的热闹少不了长桌宴。风雨桥上169桌宴席绵延成街，1500多名游客慕名而来，两广乡亲自不必说，还有上百位外国友人也来凑这份热闹。当地名菜牛瘪，从前只在过节待客时才做，这也是黄富坤的拿手菜。牛瘪取的是黄牛瘤胃里半发酵的草料汁液。黄牛跑山吃百草，它的瘪汁草香足，苦味轻。这百草汁液也被老乡们称作百草汤。臭啊，臭那个青草的味啊，牛屎味啊，挺难闻的。但是煮起来呢，放肉下去了，放配料下去了，它是很好吃的。你吃了一餐，第二餐你又想吃了。牛瘪汤水分稍微熬干，草青味减少，就可以拿来煮一切。最搭的当属牛杂。爆炒前少不得独门香料。在中叶的叫做武夷，我们这里土话的都叫茶辣，又香又苦。有的那个中药的味道，你弄牛瘪和羊瘪，你没有它不好吃。吴茱萸与生姜、花椒并称为上古3香。辣椒传入前，它就是西南人喜爱的辣味来源，更是散寒温肝的好药材。香辛料与肉香碰撞，热油滋滋作响，这就是柴火灶大锅炒菜的魅力。它都有7成到8成这样才行啊。倒入熬好的牛瘪汤，慢煮入味便可上桌。肉香混着草香，入口苦中带辣，辣后回甘，油腻尽消，入味温暖妥帖。是的，会上瘾的哦。除了牛瘪汤，还有一道过节必吃菜——红肉。这就是红肉的材料：新鲜猪下水，各种香辛料和一碗并不普通的猪血。黄富坤把猪下水铺满锅底，煎至8成熟，太熟就失去了嫩劲儿。这是一道凉拌菜，猪下水放凉切块，撒上折耳根、小米椒、葱姜、韭菜，最后淋上猪心血。猪心血比普通猪血更稠更嫩，配着猪下水的韧香，香料的草本气息在后味中缓缓释放，辣而不燥，鲜而不腻，是直冲味蕾的3江风味。酸鱼酸肉是家家必备的坛中味。想吃时从瓮中捞出来，酸鱼煎香就是一道下饭菜。酸肉的脂肪凝结，像琥珀般透亮，用葱姜辣椒翻炒，色香味俱全。广西3月3，糯米饭是硬通货。黄富坤家偏爱3色饭。我们这里一般就是3种颜色：白的、黑的、黄的。前这个枫叶拿来泡出那个汁出来，拿来泡糯米，泡了明天拿来一蒸，它都变这个黑米饭了。一边搓一边把它浸泡，再把这个剪刀
和我们这个铁锅就可以这样子浸泡，就它汁都出得快一点。枫叶含鞣酸，得用铁器浸泡，产生鞣酸亚铁，才能蒸出乌黑发亮的糯米饭，否则颜色就会偏褐发暗。现在是黄饭花，这个是拿来染黄的。黄饭花就是蜜蒙花，水煮沸时，蜜蒙花里的黄色素会溶解到水中呈金黄色，由此蒸出的糯米饭满是花香。这蜜蒙花还是清热明目的好药材。草本染色后，用传了4代人的粗陶饭甑隔水蒸。3色饭的要义，老祖宗的智慧最是地道。现在我们的上锅开始蒸饭了，它上气了以后，有15分钟这样子，有颜色的饭都出来了。这是我们侗家的3宝，这是红肉，这是牛瘪，这里是酸鱼，要多吃一点啊。这是我们的节日必备的菜。好辣，很热闹哦。第一炮抢了好久的是吗？第一炮今天放了4次，很激烈哦，是吧？抢到水里面去。叫着你去吗？不去啊？去吧。哦，长大先再去哦。那你要抢几炮啊？抢第几炮？第2炮啊？哦，干嘛要抢第2炮？因为他是老2。可是老2就抢第2炮是吗？哦，那他们是老大就要抢第1炮喽。第2炮是发财炮，升官发财。你们2个行业真的才第3炮。他们2个啊，考清华去，考大学去，读书狠狠的。是啊，夹菜吃啊。这个好好吃。3月3的热闹里，藏着3江人的根与魂。回到故土，抢祈福花炮，品家乡风味。这些鲜活的记忆会刻进生命里，成为人生路上最稳的锚点。中秋承载着家国团圆的期盼。2025年，国庆中秋梦幻联动。可刚开启度假模式，广东就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。强台风麦德姆携14级风力直扑广东，但游行中的一尾尾锦鲤鱼灯却偏要逆流而上。雨再大，队形不能散；风再狂，节日必须扛。这就是老广的节日精神。仿佛一场跨越风雨的接力，下一棒传到了几10公里外的西樵镇松塘村。这座出过4位翰林、6位进士的800年古村，任性地迎来了1年里最热闹的春节。带头搞事情的是他，欧庆生。慢慢来啊！这位曾经走出去的大学生早已回村，如今担任经济合作社社长。今年中秋，他肩上的担子格外重。唔夠啊，叫阿陸東加碼啫嘛。啊，我就不陪你們吃了啊，你們慢慢吃啊，慢慢吃。素来沉稳的阿生，此刻也有点慌神。台风大雨眼看就要来，他恨不得把時間掰成2半用，飯都顧不得扒上一口，轉身又去張羅火炬傳遞的事兒。去翻嗰度個位接㗎啦，你跑到第5排。路線要捋順，可阿生心頭最懸的是能否搶在風雨來臨前，把翻塔穩穩立起來。燒翻塔是松塘村延續了100年的中秋壓軸戲，位列佛山市非物質文化遺產。相傳，它本是抗元起義的烽火信號。
如今已凝练成老辈人对生活的朴素祈愿。但这塔可不好搭。塔底直径3.18米，通体不用一滴水泥，全凭3800多块红砖交错垒成一个5.5米高的翻塔。负责掌舵的是欧永辉，阿生最尊敬的三叔公。聽師傅講，聽師傅講，一班大師傅喺入邊。作為村里砌塔50幾年的老師傅，輝叔大方地分享他的獨門技巧。睇住我哋淋翻塔冇技巧嘅，有咁擠落去佢有咁就成一個翻塔噶啦。眼中有尺，心中有度，靠的是肌肉記憶，拼的是膽大心細。大雨將簇新的紅磚澆得又滑又沉，每一次壘砌都充滿風險。一年比一年高啦！我印象都冇落過雨啊喎。係啊，係咪啊？淋翻塔咁耐第一次落雨啊，好少落雨啊。四周磚壁圍攏起來，空間局促如井，輝叔卻穩穩懸在塔心。我擔多腳佢睇請翻隻食2隻水魚都命補一翻，今晚咁危險。阿生搭着升降機一次次傳遞磚塊，手裡的活半秒沒停，大家都在與大雨對抗着。就在塔成的瞬間，老天爺似乎也被這群倔強的老廣感動了。大雨停歇，彩虹突現。咁今年咁落雨都仲咁多人一齊玩，係啊，即係證明咧，我哋個韓林村齊心合力，風雨不改，一樣完成任務。下一屆個任務諗住交俾啲後生嚟，你繼續玩。我哋退休啦。為了讓阿生好好補個覺，父母默契地接了班，一大早就帶着小孫女兒扎進了喧嚷的市場。哇，好大個呀嚇！大個呀，係啊。老兩口曾經開過餐廳，退休後一身廚藝全用在家人身上。老闆娘，啲辣椒攞埋㗎？辣椒唔係你唔叫辣椒啦，哦，又係㗎。爺爺歐子成和老友談笑間，就精準地挑出了肥碩的青椒。啊，你嗰啲大隻量多啲肉啊嘛。奶奶潘潤聰則是海鮮達人。你睇老闆都揾好多錢㗎。酒瓷石雄，10月的公毛蟹高肥肉厚，蟹殼泛着青光，肚臍圓鼓。小孫女獨愛這口豐魚，經不住她眼巴巴一望，爺爺奶奶便心甘情願地多忙活了一道菜。我想食新鮮，一陣先去攞下。想食新鮮啊！在松塘村，食物與灶台的距離往往只有幾步之遙。一到家，奶奶馬上開始處理泡了一天的田螺。在老廣的中秋食譜裡，田螺是不可或缺的古早風物。因螺與螺同音，向田螺實，寓意五穀豐登。此時的田螺已完成產子，肉質肥厚，清甜無沙。點解有多嘅意思啊？呢個毒咧要揼穿啦佢，咁揼穿佢咧，咁係即係炒嗰陣煮熟嘅咧，呢個丸啊甩咧，咁係可以自己啜，一啜咧啜得出嚟。炒一盤地道的紫蘇田螺，講究的是鑊氣與火候。蒜末、豆豉與小米辣入滾油爆香，構成風味的底色。田螺旋即下鍋，快速翻炒。點睛之筆在於紫蘇，去腥增鮮，調味豐富而克制。最後大火收汁，讓每顆螺都裹上油亮醬衣。這樣炒出來的田螺，肉質脆爽，鹹鮮之中透出紫蘇的回甘與鑊氣的焦香。
酿青椒是爷爷的拿手绝活。青椒碧绿硬挺，就是要用那股清冽的生气去衬托虾滑的鲜甜。拇指抵住青椒内壁，虾滑顺着虎口缓缓酿入。多一分则撑破，少一分则空洞。这分寸是老爷子几十年在灶台前练就的功夫。酿口朝下，中火慢煎，让青椒的虎皮纹慢慢浮现，令虾滑的鲜香稳稳定型。一水落去就等佢帶水分，啲肉就易熟啲。如果淨油嘅話，啲肉熟唔透，同埋嗰隻辣椒唔夠熟。青椒披着琥珀色的油亮虎皮，微微塌软，内里的虾滑饱含汁水，绵密紧实。在广东，无鸡不成宴，奶奶手中的豉油鸡是今晚团圆饭的定海神针。生抽打底，老抽调色，配以香料调味，咸中带甜，甜里回香。但接下来的不是腌，也不是煮，而是用90摄氏度的虾盐水温柔地浸，慢慢把鸡肉煨熟，纤维不會劇烈收縮。你吉隻雞髀入到壞住咧，你就得啦。肉質才能達到那種極致的嫩滑，連骨頭都入味兒。神仙伴侶，默契配合，爺爺奶奶用一下午的忙碌換來了滿桌的活色生香。天我啊，食飯，多飯啊！今晚咁多餸。咪幾個小朋友一陣食多啲啊！等下一陣出去燒飯炒啊！真係辛苦啊！你今日真係好味啊！你嘅雞整得。嚟，靚女，今日咁辛苦，勁你一杯。多謝我，多謝朋友，多謝完啦，過年快樂，交節快樂，哎，贏，別多啲眼啊！爺爺的釀青椒果然被一掃而空，奶奶的豉油雞連骨頭都有味兒，大家啃着蟹，吮着螺，都希望今晚雲開霧散，火塔通明。此时，祠堂前、水塘边、小桥两岸，早已被乌泱泱的人潮围成了露天大剧场。吉时已到，火种从祠堂底出，第一次经过一双双郑重托付的手，最终与塔底的柴草相遇。蓄势已久的翻塔轰然咆哮，烈焰冲破砖隙，化作一道扭动的金光，直扑夜空。这是阿生最爱的环节。这一刻，他不是忙着协调的张罗人，而是像回到小时候那样，纯粹享受着让火烧得更旺的乐趣。这把火烧散了乌云，烧出了兴旺。烟花如雨纷扬，恰好映亮了腾跃而入的醒狮。鼓点追着狮头摇摆，在人群爆发的欢呼声中炸开。火光渐隐，翻塔从炙热复归温顺，塔身应声而倒，
在腾起的烟尘中完成1年1度的谢幕。砖块碎裂的响动里，藏着老广最直白的祝愿：岁岁平安。松唐人的中秋从不错期，也从不缺席，因为大家都坚信，它会年年重垒，火会岁岁再燃。重视节庆，恪守仪式，将最朴素的美好愿望寄托于餐桌饮食，浸润在节庆民俗。这份对意土的执着早已融入了老广日常。它源自祖先传下的民间习俗，更是面对生活的豁达。这是一种主动的乐观，勇敢地活在当下，用热腾腾的口彩将平凡的日子悟得满是希望。